努比酱，嗨，何が好き？じゃがみと君よりあなた。あやまちゃん、はい、何が好き？食べるクリーム君よりあなた。好きじゃん。はい、何が好き？クッキーのクリーム君よりあなた。みんな、はい、何が好き？もちろん大好きアイスクリー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我最近挺红这个 Love Live 的，他们就是德比酱、阿可啊，还有我酱、米吉嘎萨基、斯基酱、耶拉啊，他们三个就最近挺红的。虽然呢来自各个不同的组吧，但是呢，我被洗脑了，真的。看有时间呢，我可能会来尝试一下做一个小小的翻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娱乐目前这一次的活动故事还有套装，基本上呢中规中矩，就是普通的双飞凡格。大家要注意，现在几月份啦？现在已经6月份啦啊，没有，现在已经5月份啦，差不多要6月份了。而且呢，哎呀，8月要到了，周年要到了，要迎来7周年啦！是我的周年视频到现在还没开工，还没开工呢。然后在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和一些东西之前呢，你们看到那个小蛋糕是不是很想要点进去看一下呀？但是在开始之前呢，今天我发现一个小东西吧，就是呢，我发现呢，可能是我没有好好的去关注，不是呢，这是这一次我为这一次的套装仿搭出来的。小提琴那一套呢，我就不搭了，没有本事的。就是呢，就是视频那边、手持那边，你们看一下那边写什么？手势限制，这个可以呀，非常的可以。就比如呢，我要放这个，可是我觉得太单调了，所以我想要放这个。哎呀，完全可以呀，看吧，完全可以，而且呢，还可以再增加哦。3个啊，各位。然后呢，你给我看呀，除了手势，好像也没了。看一下。好像还真的只有一个地方罢了，这也太寂寞了吧。如果外套呢也来搞一个，然后呢鞋子、袜子，那就算了。可是呢这里发饰、帽子、耳饰不用紧。如果呢可以搞一个，每一个都可以选1、2个的话，我会很开心的。只是不要像奇暖这样子啊，只能选择5个。你们多一点选择嘛！哎呀，然后呢，又加上呢，就是视频那边呢，可以更加多了。除了发饰之外呢，这个发饰呢也是我搞的，它本来不是在那边的，它本来是在这边的，而且小一个在这里，然后我把它换来在这里。然后它还有帽子本来就可以，首饰这一次可以，我其实还没有试过呢。先给他拿这个特别奇怪的杯子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啦，可以这样子，虽然好奇怪的样子啦，就可以各种调，还可以调整他的手臂，好像是可以调整手臂，各种各样吧，各种各样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精调哟。怎么精调？就是总之呢，闪的越来越像我们传说中的芭比娃娃了。哎呀，不错呀，芭比娃娃，就这样子啊，放大，过来这里，这里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啊，就是可以这样子，讲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想起了你们以前玩过的芭比娃娃呢，就是这样子的概念。可是不是说可以换去另外一边吗？最后还是找不到，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就这样子吧，反正视频可以了，当然不只是视频啊，还有特殊，好吧，后面有特殊东西，所以就此别过。这个是上一次520的那个黑月光的套装，我搭的挺香了，是不是？实际上我们抽齐，圈子我也没抽到，只是像而已啦。我们先去看一下小暖甜点屋吧。那是啥？哦，是你呀，小可爱。
是小暖。那么我们马上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。已经开始几天我都还没进去，而这几天我懒惰，一回来就马上匆匆忙忙做完任务后就去睡觉了。然后这一次的套装嘛，我觉得怎么说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没有太大的欲望，就这样子吧。然后这一次的访谈也说真的，他的衣服呢虽然都是挺不错啦，但是我觉得这小提琴很像暖舞，是怎么回事？很像暖舞的风格，这套装也是挺像暖舞的风格。如果小暖渐渐很像暖舞的风格后，我感觉我有点分不出来了。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关注一下，应该分不出来。然后呢，如果要许愿的话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朝哪里去抽，每一个都不错。那么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。这一次的活动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一次呢，主要还是讲性格吧，因为我看设计师的是布里奇特还有赫斯提亚。赫斯提亚设计的是那个提琴，然后呢，那个谁来着？布里奇特他设计的是那个大裙子的这个好像有时空的一种感觉。那我们开始这一期的活动故事吧，惊世骇俗，诗心歌剧院幽灵夜巡实录，被诅咒的永夜汉再度响彻穹顶。尊敬的读者诸君，当你们乘坐4轮马车悠闲游览信鸽王城西区时，可曾注意过那座城被春藤竹涌的经典信鸽皇室风格建筑？没错，正是门传100年的信鸽明珠诗心歌剧院。100年前，美轮美奂的诗心歌剧院在万众期待下落成。它的主人是一位可敬的贵族精灵。据说，该贵族曾斥巨资自境外传来珍贵的木料与机械，用于修建剧院。上百只猪台妾也不惜，只为排演一出盛大的歌剧，作为献给某位公主的成年贺礼。然而，命运女神并未垂青这座精心打造的美丽建筑。这段本该令人艳羡的良缘，随着某件载入信鸽史册的变故的发生，猝然中断。具体缘由牵扯到王室秘稀，恕本刊省略。但读者诸君想必会有自己的猜测，因为坊间对于这段公案的讨论从未休止。谁料100年后的今日，在辉光无法触及的午夜时分，诗心歌剧院悄然苏醒。近日，据可靠目击者，此人因惊惧过度，现正于辉光慈幼院接受秀颜治疗。所述日夜钟声响切之际，竟有琥珀色珠光照亮荒废100年的诗心歌剧院。鬼魅般的人影在蛛网以灰尘的密布的橡木舞台上徘徊不去，锈迹斑驳的管风琴无人弹奏，却自行发出幽咽阴雅的汉西曲调。或许正是抱憾离世的原主人的幽魂在此地不甘徘徊，意欲完成100年前未及公演的盛大剧目。本干线郑重披露，诗心歌剧院坐落于信鸽王城西区第3大道尽头。若诸君有勇气直面这酷越100年的悲怆执念，不妨前往一探究竟。当然，本刊对可能发生的灵魂附体、时空错乱或鬼魂尾随回府等超自然现象概不负责。该不会暖是接到薇薇安的一些调查，所以来到这个剧院调查这个报刊是否属实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来拿到更加好的报道吗？这只是我的猜测，谁都不知道刚开始会干什么。不过大多数都是暖会接到莫名其妙的一些任务，或者是一些好奇点而开始奇怪的旅程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剧院魅影，暖和尚手中的信鸽奇异故事会，碌碌的车轮声也恰在此时停息。马车停在一幢风格古典、光潮片身的宏伟建筑大门之外。我看看，和赫斯提亚发给我们的照片一样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暖，
新歌完成，西区第3，大到尽头，不就是小报写的那座会闹鬼的、会诅咒的世纪歌剧院吗？大喵，你已经不是一只小猫咪了，怎么还会害怕这么浮夸的都市传闻啊？喵，本喵才没有害怕，我只是担心暖暖，这里可是有时空错乱或被鬼魂尾随的风险啊！别紧张了，大喵，是赫斯提亚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的。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，他肯定会告诉我们的。而且我们已经答应了赫斯提亚，要帮他办一场歌剧演出，不是吗？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也只能神喵陪暖了。沉重的黑铁大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，漫舞的尘埃散去，废弃百年的剧院重新展露出些许昔日的富丽堂皇。大理石柱上雕刻着精美繁复的浮雕，上百扇彩绘玻璃本该描绘奇妙的光影故事，却被堆积的蛛网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晕。院室内散落着凌乱的乐谱，正中的天花板上，硕大的水晶吊灯被不知从何来的微风吹得乱晃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吱呀的声响。不知何处而来的大型机械齿轮泛着金属的冷光，四处洒落的形状奇特、用途不明的道具也显得有些可怖。厚实沉重的猩红色天鹅绒帷幕将观众席与舞台隔开，原本意在分离现实与虚幻的想象，现在却成了微妙诡异感的来源。帷幕之后，此时此刻，这隐约传来稀稀疏疏的微弱人声。暖暖，小雪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舞台上有很奇怪的声音。是鬼吧？一定是在闹鬼吧？会不会是赫斯提亚在那里？但帷幕后没有传来赫斯提亚的回应，反而那低微的声响越发躁动。下一秒，一道苍白消瘦的人影径直穿过帷幕，出现在舞台上。剧院昏黄的珠光穿透他半透明的身躯，径直照在空无一物的地板上。是幽灵，真的是幽灵！他没有影子啊！这位幽灵似乎格外大胆，完全没有因为大庙的凄厉的嚎叫而退去，只是自顾自怀里透出了一沓图子。幽灵的关节处显现出微妙的光影交叠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他的身体其实都是由光线交织投影而成。他不是幽灵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是全息投影形成的影像。早说嘛！吓死本喵了！全息投影听上去像是赫斯提亚安排的，可是为什么呢？标志性的精灵尖耳与翅膀，礼服上繁复的流苏已是有家徽的徽章上所绕着朦胧的光晕，他显然是一位地位超然的贵族。幽灵转过身来，苍白的面颊上淡紫色的瞳目在珠光下闪烁着喜悦、兴奋的光彩，仿若一对明亮耀眼的紫色宝石。暖暖、大喵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？好像在哪里见过啊？对，是那次维伦丁慈善拍卖会，我们在西戴尔团长小时候的记忆里看过这个人。本喵想起来了，他是西戴尔团长的哥哥，小公爵梅林。啊？谁？说真的，我在配音的时候呢，我感觉有一点恐怖的感觉吧，是有想象到那个画面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大幕重启，抽一个吗？这个投影中，梅林打量着眼前的剧院，眼中流露出满意与赞赏的目光。显然在彼时的他看来，这座新建的剧院是另一番模样，建设工程完成的不错。不过想要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，还是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动。梅林的虚影在剧院内来来回回踱步，
一边低声念叨着他的设计构想，一边在手中的画布中记下什么。至于那个惊喜，对了，不如就安装在那儿吧。梅林抬起手，满怀热情与向往的遥遥指向剧院中心某一处。投影突然停住，梅林的身影凝固在这充满活力与期待的一刻。只是他手指向的位置，在如今看来，只余单落的齿轮残骸与金属碎片。这是本喵的幻觉吗？不是幻觉，而是利用废墟科技重现了100年前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真实影像。一道平静的声音自舞台上传来，抬头望去，这是此行的邀请者赫斯提亚。赫斯提亚，总算见到你啦！人类的行动会在职场中留下波动的痕迹，就像是唱片上的刻痕，只要找到规律，就能重现过去曾发生的一切。特别是这座歌剧院修建不久便被废弃，之后无人涉足，几乎不存在混淆和干扰，可以很顺利地呈现1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赫斯提亚自旋螺楼梯上缓步而下，向众人解释着其中的原理。目前看来，完全浮现。说这话时，他的目光在梅林的投影上短暂停留。可是，赫斯提亚，1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你的歌剧演出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打算改造这座剧院，在这里增设来自废墟科技设备，运用科技手段辅助这场歌剧的表演。只是你们也看到了，剧院的部分结构已经严重损坏，如果不弄清楚原有的设计，无法贸然动工。所以我想到了借助全息投影，复现这里在建造时的样子。赫斯提亚是怎么想到要把传统歌剧和现代科技结合的呢？其实这样的设计早有先例，只不过多数是为了丰富表现，而对信鸽而言，这或许会有不同的意义。信鸽人低处清晰的技术，但他们热爱古老的歌剧。如果能将两者结合，科技以这样的方式介入，理应会更容易被他们接受。听上去好有意思啊！我们也来帮忙吧。按照赫斯提亚的安排，众人分头行动，开始在昏暗的剧院中布设更多用于重现投影的仪器。怎么办？本喵还是有点害怕，咱们会不会遇上书上说的那个怨念很深的剧院主人啊？说的没错，无知的人啊，你们为何要擅闯我的剧院？难道丝毫不惧我来自地狱的熊熊怒火吗？阴森低沉的声音自黑暗的角落悠悠传来，本就紧张兮兮的大喵笑得浑身绒毛直立，噌的一下跳了起来。真的有鬼啊！大喵惊慌失措的尖叫在剧院里回荡，一旁角落里却响起一阵爽朗的大笑。西戴尔团长，是你吗？日安，小雪，楠楠，许久不见。大喵还是这样有趣。高挑笔挺的身影走出阴暗的角落，这是奇装佩剑的女王骑士团团长，西戴尔家族的继承人布里奇特。西戴尔团长，你怎么可以装鬼像喵？真的太过分了！布里奇特耸耸肩，一脸无辜地摊开了双手。明明是你先说我是幽灵，怎么反而怪我装鬼吓人？啥情况啊？他是这个剧院的主人吗？我都快忘记有这个人物的存在。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了，真的是最后一个了，私心之主。原来那个团长是这个剧院的主人啊，他真的好热情的感觉哦。那什么，你真的是这个剧院的主人啊？那好像不是重点吧，我们开始吧。严格的说，是新歌剧院的主人是我哥哥梅林，他亲自设计了这座剧院。只是现在这座剧院和西戴尔家族的其他产业一样，都属于我。布里奇特熟门熟路的在观众席上找了个位置坐下，
语气平淡地说起这段家族往事。我记得梅林的理想是成为诗人，没想到他还会画建筑设计图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捉破脑袋写画画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他受了什么刺激了。梅林跟我说，等我哪天有了喜欢的人，说不定也会为了他去尝试许多从未做过的新事物。他这么说的时候，眼睛还在闪闪发光呢。听起来你哥哥其实就是被爱情冲昏了脑袋嘛。八卦一下，他喜欢的人是谁呀？布里奇特脸上的笑意悄悄淡去，他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。先不提那些陈年旧事，我听奥菲利亚说，有人想要获得改造剧院的许可，甚至还上呈了正式的书函，请他出面代为沟通。这么老派严谨的贵族作风，我还以为是哪个老家伙，没想到是你们。这种小事何必麻烦奥菲利亚，直接和我说一声就好了。不过这个剧院里还有一件当年哥哥留下的遗物，我想赶在改造剧院之前找到。放心，一定不会误了你们的事。西德尔团长，其实不是我们。暖暖，我布置好了，你们这边怎么样？沉重的帷幕掀开，赫斯提亚出现在众人身后，一束烛光照亮他的面庞，黑色的双默默地对上布里奇特紫色的眼目，两人都有些怔愣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等一下，你才是那个想要改造剧院的人。看清对方后，布里奇特下意识地绷直了坠背，眉峰微挑，神色略带防备。赫斯提亚则垂下眼目，平静简洁地再度解释自己的计划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无意在打扰西达尔家族，只不过在新科所有剧院里，只有这座剧院的构造最适合安置我的仪器。我由衷的期望能得到您的许可，同意我对这间剧院进行改造。这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信科的未来。布里奇的双臂抱怀，唇边露出了一丝讥诮的笑容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征求我的同意，毕竟这间歌剧院是哥哥为了你修建的，是他要送给你的订婚礼物。沉重的帷幕缓缓活开，光束聚焦在舞台上，隐约映出两道年轻精灵的模糊身影。这就是你说的全息投影，看上去好像并不怎么样。光线仍在进一步交织深层五官细节，紫色的双目，金色的头发。布里奇特没在说话，不知觉前倾的身体下意识向前迈出的一步，无疑展露出他内心的震动。除了梅林以外，另一位精灵的形象也逐渐深沉。哼，少死鬼！布里奇的脸色阴影地盯着舞台上的投影，对于那位衣饰华丽、风度翩然的金发精灵显然毫无好感。此时，意气风发的奥古斯正大步走向梅林，亲热的大力拍他的肩膀。梅林，我忠诚的朋友，你真的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，迎娶我的妹妹赫斯提亚。连我也想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我知道，有些缺乏远见的无知之人在说他的坏话，就因为那对挂一不响的异同，搞得人心惶惶的。哼，真是太可笑了。他们忘了，不管是不是异同，有多么不祥，赫斯提亚她都是王国的公主，我的妹妹，未来国王唯一的妹妹。等我登基以后，这些人一定会后悔不及，一窝蜂挤进宫门求娶赫斯提亚。不过梅林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有资格抢占这个先机。相较于奥古斯的得意与热情，梅林显得有些安静腼腆。他心不在焉地附和奥古斯，眼睛不时飘向手中的设计图，愁眉思考着什么。怎么了？梅林在为歌剧院的设计费心吗？你应该早点来请教我。在艺术领域，我的才华可是公认的。现在我就能帮你指出几个明显不合理的设计。周围剧院穹顶太高，舞台下方太空，本该是观众席的位置，竟然还空出了一大块。这些设计都有用处，
我在舞台上方安装最近流行的升降机械，在地板下还要放一组大号的齿轮。那座工地要放一只大型机械哥。你准备这些做什么？这间剧院是为了你和赫斯提亚订婚后的庆祝会修建的。重要的是珠宝和鲜花，不是什么机械哥。但我想，赫斯提亚确实喜欢这些东西，至少我希望他会喜欢。众人惊讶地看向赫斯提亚，他正俯身在一台投影仪器前，专注地记录着数据。舞台上重演的那一幕幕往事，仿佛与他毫不相干。原来梅里当年喜欢的人就是赫斯提亚。与此同时，赫斯提亚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记录，转身走向另一台仪器。他视若无睹地从梅林的投影旁走过，就像他和这个故事毫无相干。梅林仍在那段逝去的时光里说笑着，不受任何磨难的摧折。布里奇特久久凝望着他的投影，眼目中流淌着无尽的怀念之色。原来赫斯提亚他有未婚夫啊？是未婚夫吗？而且还是已经不在了那种存在。哦，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啦。好不容易，我录了已经差不多1个小时多了，哈哈。你们看的时候应该也有20快30分钟这样子的时长吧。已经快30分钟了。这一次的故事呢，我基本上有点看无聊啊。可能我真的是没有看到那个慈善拍卖会的事情。可是赫斯提亚，我是知道他的存在啦。那个布里奇特嘛，我是记得他的例会，可是呢，他的名字我一个都没有记得过。不过这一次我应该会小小的记得吧。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啦。还是换一下吧，比较圆满一点。可是我有点舍不得。好像真的换回来了。诶，哦，在这里呀。那我肯定是要用最旧的，我不想用新的 CB， 我喜欢以前的 CB， 虽然最新的应该是没有办法了。陈老师回来了，有办法。那么呢，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啦。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喜欢这一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出去，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。收入好像挺不错的吧？尽力了，这个访答，那么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出去，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那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。拜拜。有病啊！